我发現我養的雞就不能單獨放它們出來放得太久了，不然的話它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地位的。這隻大公雞放出來也就1個星期的樣子，這2天開始不是欺負其他的小動物，就是悄悄咬我。關鍵這個家伙不講究，總是喜歡從背後搞偷襲，我現在都不敢背對着它。本來一直放在外面的是我花500塊錢買的這一隻原種雞，結果前段時間越跑越遠，有的時候還去別人家菜地，所以說最近把它關起來的，然後換這一隻大公雞自由了。結果這個家伙放出來之後越來越囂張了，關鍵現在也沒籠子了，這很難搞哦。要不是看你挺順眼，我就直接把你給下鍋了。這幾天只要是我背對着它，它就咬我的腿。我都還沒吃上雞腿，他就想吃我的腿了。就是現在這種狀態，他在找機會跳起來啄我的大腿肉，小腿他還沒興趣，所以說我現在時刻要防着他。他每次要跳的時候，我就用手擋一下，然後他就起跳失敗。我們這邊一般情況下，別人養的雞，如果咬主人，或者是咬其他的人，嚴重的當場會被下鍋。或者是過一段時間都會被下鍋，我只能說這家伙命好，別的我就不說了。總之我現在要小心他這個眼神，我總感覺他把我當成美食了。我剛轉個身又開始了，我真想把你這家伙給紅燒了。脾氣真的是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大了。我剛說給他們搞點饲料，就轉個身的功夫，他就從後面追過來了。還好我反應快，一下就看到他了。沒咬到我，我現在一直忍着它，是因為我解鎖了它的新玩法。只要是用手指指着它，過個10秒、8秒的，它就會一動不動。這個時候，它的鳳冠啥的，你可以隨便撫摸，以前碰都不讓碰，包括它的羽毛，撫摸起来特別絲滑，很舒服哦。而且它的耳洞都可以清晰可見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確是比村裡其他大公雞要好看。不信的話，我拍一下別人家大公雞，你們看看。你們記住它的樣子啊，除了最近尾巴掉了幾根不太美觀，其他的都沒得挑。走，去看一下其他家的。這就是別人家的，是不是沒有对比就沒有傷害？所以說我家大公雞還真是沒啥缺點。缺點这個東西怎麼說嘞？就咬人來說，我覺得我家動物是它們最小的缺點。當然，除了狗子啊，狗子咬人和其他小動物咬人那是不一樣的。而且其他小動物只是咬我，對我沒任何影響，因為我皮厚啊。但是狗子就不一樣了，比如說我家果凍，它追車，它是真正的咬人吶。它對於其他小动物直接把別人滅口，那這個咬人性質就不一樣了，比較嚴重，所以它必須要住豬圈，永遠住豬圈，這個是沒得商量的。好多人天天都說要看果凍果凍，最近它一隻小動物都沒咬啊，因為這裡我都攔起來了，它的確是咬不到了。這個大公雞的雖然說咬我，但是它好歹能和果凍一戰，這是其他小動物做不到的，所以說它必須要養着。現在它還可以讓我給它撓癢癢，有沒有覺得特別乖，和布丁一樣乖？終於不下雨了，去山上逛逛，順便拐一只鳥。Hello。据說一戳它都說話，試一下。哎，跳到我手上來了，那咱們就一起吧。哎，別咬我啊，兄弟！手上站着還不過癮，還站在肩膀上面去的。小伙子，跟着我轉了吧，我還能給你打個輔助，抓個螞蚱。不吃算了，放生。考驗感情的時候到了，就放在這裡。你要是過來的話，就自己飛。反正有翅膀，沒有任何友誼，理都不理我，算了算了，只有狗子才是真愛。這山上有點不對勁呢，一只鳥叫聲都沒有，這麼安靜嗎？板栗倒是挺多的，地上掉的全部都是，估計都被松鼠給搬空了。這什麼果子啊？應該不好吃。這個是真好吃啊，但是有那麼一部分是有毒的，我等會兒看一下啊，如果多的話減一點，有沒有毒你們就看我明天有沒有發視頻就完了。剛還說特別安靜，這一下來了一大群小熊貓，
這玩意兒到了冬天特別喜歡飛到家裡面去偷臘肉。這下面也有鳥叫，聽着是不是像別人在吹口哨？這山上的蚊子就是多啊，特別喜歡咬我，過分了啊，這些兄弟。看來我們的感情還在。他追過來了，而且中途還打了個野味。我給他的螞蚱還不吃，他要自己抓。悄悄的搞跟蹤有意思嗎，兄弟？又跑了。等我追上來，他又直接飛到山下去的，應該是被狗子給嚇飛的。走去看看。山上追到山下，發現他了。他在這個水溝裡面洗澡，看到我過來，他起来了。來說句話。你好，我是小大黑。跟我走，带你去一个特別好的地方洗個澡。這個水太淺了，就這裡，快去吧。水特別清澈。這是從山上流下來的水，簡稱山泉水。就是它這個位置沒有選好，水還是太淺了。我給他找了個位置，他不洗。我給他找的位置在這裡，他老是去上面，洗又洗不了。可能是覺得這個位置水有點深，他的警惕性很高，害怕自己淹死了。我把這個地方改造了一下，變得比較淺，結果他突然變得很害怕，估計以為我要把他給活埋了，找了個地方直接躲起來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從哪裡來的？我現在帶你去哪兒？走，順便給你們看一下狗子在哪裡。剛剛我吵他了，所以他現在總是離我們比較遠。他害怕又把這個家伙給嚇跑了。然後我們往前走，他看到之後馬上就會再跑到前面去，又找個地方等我們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採蘑菇去了。我們在這裡相遇的，就把你放到這裡，自己回去哦。兄弟們，我要搞點野味了。至於說有沒有毒，只有吃過才知道，實踐出真理。明天等我的消息。當一隻小麻雀誤以為土話梅是他媽媽，結果是什麼？3天餓9頓，而且還要挨揍，真的是太讓我傷心了。我把他從紅嘴藍鵲的嘴裡面救下來，養這麼大，他不認我。土話梅走到哪裡他跟到哪裡，關鍵都不理他，然後也不給他搞吃的，導致他越餓越瘦。本來我都已經把他給放生了，沒想到他跟着土話梅混了2天，現在也不會自己找食物了，瘦的一大圈啊，必須要救助一下。帶到家裡面來，給他搞點吃的。這幾天總是下暴雨，他這種狀態，羽毛一旦打濕，可能就起不來了。你們有沒有發現，他都有一點炸毛了，而且現在特別瘦，這種狀態是比較危險的。馬上開飯，順便給大家看一下之前粉絲寄的2顆蛋孵化出來的小家伙，都已經長這麼大了。感覺這幾天是不是把狗皮膏藥當媽媽了？看到狗皮膏藥就張這個嘴巴。勸你們遠離狗皮膏藥，不然的話可能命都沒了。別的不說，就這隻小麻雀回來的這幾分鐘，都不知道它已經追了它幾次了。先讓它吃點東西，補充一下體力。這幾天跟着土話梅混有點慘了，加上這幾天我也沒怎麼管它，導致它越來越瘦。如果說下暴雨，這種體質活下去的概率很低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及時救助。狗皮膏藥最近的表現還可以，那2隻小麻雀它基本上都沒欺負過，這個家伙欺負的也不多，好像不能誇呀。剛誇完就開始了，不停的追小麻雀。小伙子有點過分了啊，嫉妒心太強了。哎，你不能過去啊！來，先把這2隻小的給餵飽。你們有沒有發現他們2個的塊頭懸殊有點大呀？這一隻小的前2天從保溫箱裡面掉出來了，還好現在的溫度是比較高的，不然的話已經凍死了，所以說導致它有點發育不良。不過問題不大，現在食慾特別好，養幾天就追上了。這個不要臉的又開始了，真的是不能誇呀，看來只能把你先關起來了。本性已經徹底暴露了，不裝了是吧？關起來。好了，這一下徹底安靜了，把這2個家餵飽，
很多人給我發信息，問我怎麼判斷這個小鳥吃飽了。你只要餵着它不張嘴了就可以了。像這種有素囊的，一次可以多餵一點，吃飽了之後3個小時到4個小時再餵都可以的。如果是没有素囊的那一種鳥，一般的1個小時到2個小時左右就可以餵了。再給這個家伙餵一點，它自己吃也可以，但吃的特別慢，吃不飽。所以幼鳥在這個階段，基本上他們的父母都會一直追着他們餵。吃飽之後帶出來，準備要把它給放了，但是一看天氣，好像又要下暴雨了，先把它帶回家，保護2天，再放出来。今天晚上的知了又多又好抓，看我刚一會兒抓多少。拿着我的手電，帶上狗子一起去抓知了，就讓狗子在前面開路。他看到5隻小貓，然後就追過去了。剛回來，這個菜地裡面還躲了一隻嘞，他沒看到。地上牆上現在都是知了，也不分白夜的，都在叫。反正在我這裡都是鳥饲料，全部帶走。在這個地方發現了好大一片知了啊，密密麻麻的。這一下發財嘍！主要是這裡有個路燈，到了晚上他們都喜歡往有燈光的地方聚集，所以都在這一塊兒。剛剛一小會兒的戰績，這一下安靜了吧？大半夜的吵死人了。明天早上就把這些知了全部餵鳥。剛剛我是順便看一下今晚小鳥都在哪裡睡覺，一個都沒找到。但是發現了樹上有一隻小老鼠，我必須要拿工具把它給幹掉。工具拿過來了，但是這家伙居然溜走了。算你命大，之前這個地方有好多老鼠，自從上次我滅了幾十隻，現在基本上看不到了，越來越少了。這裡還有一隻小兔子正在覓食嘞。明天早點起來把知了餵鳥。狗子在這裡嘞，看好家喲，晚安。昨天晚上抓的知了，蓋子忘了給他們打開呼吸了，全熱死了，趕緊發給這幫小鳥。這個家伙現在對我警惕性越來越高了，見者有份兒。來，給你搞一個。這家伙的眼神現在是越來越好了，只要有吃的一晃，他馬上就能發現。再過一段時間，我準備嘗試着把它們拿到山上去放生呢，看一下效果怎麼樣。剛一會兒的時間，給了它4、5個知了，吃完之後，它這一會兒可高興了，在這一片飛來飛去。而且我剛剛在樹上又抓了一個大知了，你們看一下這個家伙眼神有多好啊！直接從天而降，這樣可以鍛鍊它的捕獵能力。以後放到山上，它的生存能力會更強。這家伙各方面的能力差不多被我鍛鍊的已經具備了，就差血脈覺醒了。帶着你的獵物趕緊走，我回家喝口水去。不科學啊，我就回家喝了個水，幾分鐘的時間，它的知了就吃完了。我估計是被那一只蓝雀給搶走了，不然的話它就不会在這裡發呆了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還比較菜，菜就多練啊！這一會兒我是不會給你找吃的了，自己去搶。再見再見。你們看這大公雞放着行嗎？已經被別人驅趕了，又去欺負別人家的母雞去了，把它趕回去。這真是養不熟啊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煮熟。這只雞養的時間有點久了，我估計肉質也不好吃。走。它來的時候主要是一直冲着我打鸣，所以我才把它給留着。现在它毛色也好了，体重也增加了，站在我手上也不叫了，叫一嗓子，叫一嗓子啊！废了废了，再給它1分鐘的時間，如果不配合我的話，今天晚上我高低得加個餐，我們等着吧。求生欲真的很強，主要是我也不缺肉吃。昨天我刚買了10斤牛肉，不是我有錢呢，而是我那一台19年迈腾放瓜子上賣的，賣8萬多，比市场價多賣了1萬。為啥賣這麼高？因為我是直接賣給個人，個人賣個人，中間沒有多次轉手，所以賣得高，買家也省了不少錢。買賣二手車，我推薦瓜子，
個人賣個人，賣家多賣錢，買家少花錢。目前來說，家裡的動物沒有一隻他能看得上的。你們不要問我小兔子為何住在鳥籠裡面，這只是一個小封印而已，解除封印，它們就出來了。主要是它們的自我管理意識太差了，出来之後不好管控，跑得到處都是，還要一直看着它們。這個位置還躲了一隻，因為比較小，所以把它們鎖在這裡面還是比較安全的，又能曬太陽。比如說這只大公雞，它的自我管理意識特別差，只要放出来，它肯定要去別人家打卡。但是因為它的塊頭比较大，一般的猫啊狗啊都欺負不了它，所以说把它放着，其實我是不用操心的。要说管理意識比較強的，就是新來的這一只小公雞，把它放在外面，它一天都不會跑，然後它天天都圍着鵪鶉的籠子旁邊吃小雞飼料。其實這和年齡也有關係，到了繁殖期那就不好說了。要是都像3號這樣，我都放心了，24小時放着在，根本都不用操心。怎麼流鼻涕了？是不是感冒了？來，去游個泳，降降溫，等一會兒就好了。這一只是誰呀？豆芽嗎？還給自己打扮了一下，別說還挺好看的。這幫鴨子的數量不對呀，可能田裡面還有。不管了，它們基本上不管去哪兒都能自己回來。除了這一只大公雞，在我的記憶裡，它每一次跑出去，都是我手動把它給找回來的。它就沒有自動導航系統，要不是它的實力擺在這裡，現在雞毛都沒有了。同樣是雞，人家雞哥自從嘴巴斷了以後，現在每天不是在這棵樹上練嗓子，就在地上玩泥巴，特別自律，叫聲還很優雅。在這棵樹上，我還是挺放心的。包括這個散養的2只兔子，人家也特別自律，都是在自己的領地活動。他最近好像盯上了豬圈裡的這只母兔，天天都過來找。我懷疑他又要生小兔子，肚子這麼大。好多人說最近狗子都出鏡少了，那是因為我把它拴起來的。其實它是真的特別自律，只不過是越接近過年的时候，風險越大，所以說把它拴着也是做一個風控的調整。大公雞是每天放幾個小時，我現在都提前把它給關起來了，不然的話我還要自己去找它。今天差不多了，關起来。出來在這裡撿了一隻小柯爾鴨，我突然想到豬圈裡面的小柯爾鴨出殼了，我這幾天沒注意看，都跑出來了，肯定不止這一隻啊，我們去看一下。也不對呀，這窩裡還有一顆蛋，但是出殼的蛋殼去哪裡啦？趕緊去找一下，有可能被母鴨子帶走了。然後小鴨子肯定不止這一隻。窩裡面的這一顆蛋，我剛剛用手電筒的燈光照了一下，發現起嘴的，但是沒有動。我懷疑是沒有輔助被悶死了。打開一看，果真是悶死了。所以說柯尔鴨起嘴之後，最好是進行輔助一下，生存率還是很高的。我就看個蛋的功夫，這家伙一直咬我的腳。前2天我還想着這幾天柯爾鴨出殼的多，預算壓力挺大的，我還把我那一台22款的寶馬3系放瓜子賣了19萬。瓜子比車商給的價高了10%，因為我在瓜子賣給了個人，沒有中間商低價收加價賣，聽說買家也省了不少錢。你們如果要賣車，我強烈推薦瓜子，賣給個人價更高。你趕緊走吧，我去找你的孩子去。完了，這裡還有一隻已經死了，我剛看到3號正圍着它，這該不是被3號給啄死的吧？已經硬了，可能已經死了好幾個小時了。我剛刚還特意檢查了一下，身上沒有任何傷口，也不知道是怎麼死的。反正這裡面都是混養的小動物，母鴨子還在呼喚它下水嘞，這還下得去嗎？等一會兒找個地方把它給埋了吧。這可憐的小家伙，可惜這2天我沒注意到，忘了這個事兒了。把它和另外一隻放在一起，大小都是一樣的，估計出殼最多2天這個樣子。看來這個母鴨子也不靠譜啊。之前我還一直在誇他，說這只柯爾鴨特別靠譜，一個丟在路上，一個死在路上。池塘的也檢查一圈，沒看到，等會兒再找找吧。先把這個小家伙給埋了。池塘裡面發現了一顆蛋，撿起來看一下，這是一顆鴿子蛋吶，應該是小鴿子出殼的母鴿子丟在這裡的，我還以為鴨蛋呢。
鴨媽媽一直在呼喚它。哎，這該死的3號，這是你的孩子呀！被我控制了。我現在嚴重懷疑，另外一隻小鴨子就是被它這樣虐待死的。看，還在瘋狂的掙扎嘞。這個家伙以後就跟我混吧，跟着母鴨子，我估計會小命不保。然後之前我自己不是還孵化出了2隻嗎？今天正好帶它們出來曬太陽，把它們放在一起。這2天我帶它們出來都是關在籠子裡面，人不在的時候，我就擔心被喜鹊啊什麼的或者其他動物給咬死啊。本來還說等這幾個家伙全部出殼了，送朋友嘞，因為有好幾個朋友都要，是我們現實中的朋友啊。現在只有3隻，我準備自己留1隻，然後還有3個朋友要，這怎麼送啊？不過這裡還有一窩，也不知道這個家伙靠不靠譜。肚子下面你們看，一肚子蛋。等一會兒我還是照一下，看一下它们发育到什么程度了，別到時候又沒注意，它帶出去不是卡在路上卡死的，就是被其他什麼動物給咬死了，或者出什麼意外。總之啊，這家伙帶孩子還是沒有那麼靠譜。之前這個家伙給他孵化小雞，他帶的挺靠譜的，但是被一只游隼給抓走了。哎呀，氣死我了！這帶自己的親生孩子，他一點都不靠譜。所以說，這幾個家伙目前還是跟着我混吧，比較靠譜一點，起碼不會丟命呢。剛一只游隼從這邊飛過去了，不知道抓了一個什麼東西，黑色的，我以為是這只兔子嘞，還好它還在，就是髮型有點亂。這個血脈壓制太強了，嚇得它躲在這裡動都不敢動一下，感覺不是一只八哥就是烏冬，或者是鴿子。就在這裡停了一下，一下就飛走了，我也沒看清。每當游隼過來進貨的時候，我都要把我家的小動物仔細的檢查一圈，看一下哪一只小可愛被它給抓走了。目前來說，和黑色有關的小動物好像都在。看一下鴨蛋有沒有孵化出來，別到時候孵化出來的沒注意，又被它們帶到溝裡面去的。這麼多蛋，如果全部都孵化出來了，那鴨子的數量要暴增啊！也就是說，我的預算成本越來越高了。所以我決定把我那一台22款寶馬3系放瓜子賣了，賣了19萬。瓜子比車商給的價高了10%，因為我在瓜子賣給了個人，沒有中間商低價收加價賣，聽說買家也省了不少錢。你們如果要賣車，我強烈推薦瓜子，賣給個人價更高。鴿子好像又下蛋了，母鴿子和母鴿子配對，每一次都是下4顆蛋，而且這一次又換位置了，已經第3顆蛋了。我感覺商家如果要賣鴿子蛋的話，用母鴿子和母鴿子配對，那下蛋的效率真的是太高了。要不過2天蛋下齊了，給它一鍋煮了，別浪費呀。唯一一對比較正常的，第2窩小鴿子都這麼大了，每次都是一隻小鴿子。這裡還有一對不正常的，也是母鴿子和母鴿子配對，也是3顆蛋。這2窩真的是神同步啊！上一窩他們2個悄悄地躲在一個角落裡面下了4顆蛋，因為都是母鴿子，所以不受精。我還給他們換了1顆鴨蛋讓他們孵化，結果孵化的周期到了，他們就棄窩了。這個不能怪他們，我養6隻成年的鴿子，有5隻都是母的，這也注定導致有4隻的性取向慢慢的發生了變化。這一窩鴿子換班了，看一下蛋有沒有下齊，又是4顆蛋，感覺現在4顆蛋已經成了常態了。如果不想浪費的話，就煮着吃，我覺得也挺好的。他們對孵化下一代的這個執念太深了，可惜沒有公鴿子，主要是我也不想發展鴿子的數量了。就這樣吧，然後也檢查了一大圈，被游隼抓走的家伙和我家的無關。摘點櫻桃餵兔子，這今年的櫻桃實在是太多了。